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这边来宾，林亮君议员、张启凯委员、赖士葆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江义珍议员以及发言人啊。美军真的扣押了伊朗的货船，对峙6个小时，说不要走了现在是伊朗控制了荷姆兹海峡里面，美军外面部署15艘战舰，就是说呢。伊朗不准其他国家通过，原来是也可以开放通过，后来礼拜6说不行，所以美股礼拜5大涨，全世界欧洲也大涨，台股也大涨，但是到周末的时候呢，突然伊朗就说不能过，那有印度船不相信过了，被他打得吓得赶快回去，喊救命，但是呢，美国在外面部署，所以伊朗船如果出荷姆兹海峡，因为伊朗你不会打他自己嘛，出的话我就挡你，现在就是这样，所以呢。伊朗的船要出来了，美军说你不可以走，然后对峙6个小时，伊朗船不听，美军后来就发炮打他的机房，一打了机房没有动力了，发动机没动力了，所以呢，美军还登上这个船，把他们都抓起来，所以呢，这个美国扣押这个货船，那所以伊朗很气，就用无人机群去打多艘美军的军舰。状况不明到底打了没有？打到没有到底有没有人受伤？不知道那另外，法国一个货柜船也被伊朗开火，所以川普说你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嘛？不是我们才在停火当中吗？怎么连法国船都打呢？那伊朗呢？我刚刚讲就是打一个印度的这个油轮然后呢，印度油轮的上面的船员惊恐求救，当然我只不过是一个船员，我不是军舰，对吧？打我这个所以呢。赶快去很惨一直讲说拜托不要攻击，拜托不要打我们会关掉引擎吓死了那另外呢，这个美国今天要到巴基斯坦跟伊朗重启谈判，美国的今天晚上就我们明天早上会到那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呢，还说副总统不去了，当时我就今天上我的广播就分析副总不去，那表示觉得没有机会吗？因为川普都讲如果谈得好，我自己都要去签啊。那为什么副总统不去了呢？说安全的问题。那上次没有安全的问题吗？那是不是觉得不太有可能达成什么协议呢？但是接着现在看到的新闻，范斯又要去了。他原来说不去的现在说去，还是去所以呢，看起来大家还又抱以期待了川普说：“我不要再当好好先生。”川普什么时候做过好好先生？他认为他以前是好好先生，我不要再做好好先生了。所以呢，说伊朗如果不跟我们签协议，我去攻击伊朗所有的桥梁、所有的发电厂，通通打。我们看一下。Toska, Motor Vessel Toska, vacate your engine room. Vacate your engine room. 一艘伊朗货轮图斯卡号想闯出美军海上封锁，不听警告指引，下一秒被开炮攻击。美军的驱逐舰史普鲁恩斯号以 Mk45舰炮逼伊朗货船停下来。川普发文表示，这艘伊朗货船重量几乎等同一艘航空母舰，在阿曼湾被拦下，还拒绝配合，被美军炸穿引擎室。目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控制这艘船，并检查载有哪些物品。You call that enforced regime change, but we're talking to them. They wanted to close up the strait again, as they've been doing for years, and they can't blackmail us. 美伊谈判前攻击伊朗货轮，害国际油价再飙升。布兰特原油每桶突破$96，美股期货则重挫。同时，伊朗军方批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将报复这起海上武装抢劫。不过，美伊仍有望谈判。巴基斯坦已经部署大量警力，增加检查哨，并且关闭商店。传出美方代表团在台湾时间20日晚上抵达，伊朗则是21日到巴基斯坦。美方的谈判团队照旧由副总统范斯领军，特使魏科夫以及川普女婿库许纳都将出席，但是伊朗官方还没同意，就怕美伊和谈再有变数。来，赖委员，是，现在看到这个，就主持人刚刚有讲嘛前几天不是说
要开放荷姆斯海峡，然后一切都好像按照川普的版本，全球股市大涨啊，涨得不得了。那时候我就听到啊，人家说，哎呀，可惜了，我们台股没有开盘，那时候休息的时候没有开盘，否则应该大涨啊。后来就发现，哎，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它这个24小时左右马上又反悔的时候，没有，重新封锁荷姆斯海峡。可见的这一次，伊朗主要现在军方跟那个政治系统有不同意见了，军方的革命卫队大头都打死了嘛，死了50个人，对不对？那新任的那个继承人到现在没露面过，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这样。现在等于是革命卫队啊，还是主战了。另外一个就议长派的要组合了，那里面也瞧不拢。可是对外面来讲，对美国来讲，这个我那时候看这个新闻，我就觉得说，干嘛这战，全部川普讲的都按照川普的意思啊。开放荷姆斯啊，他就大赢了嘛，对不对？他就大赢了啊，就可以救他的民调啊。干嘛这战依然会让你这么日子这么好过？我就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哎，果不其然，哎，现在开始说哇，继续封。好，这里面最近又跑出来一条消息啊，说这个荷姆斯，你能不能这是一个荷姆斯是一个题目，浓缩又是一个题目。那浓缩又是说，伊朗他是愿意说我让你这个好像是动5年，美国的话。要20年，这个也瞧不拢。可是现在有一条新闻出来了，就前天的事情，他说啊，我可以解冻200亿美金。这个信息一出来之后，我就觉得说，既然这个如果是浓缩铀的问题可以用钱来解决，200亿美金很大的钱呐，很大的一条钱呐，那荷姆斯可不可以用钱来解决？伊朗希望啊，伊朗希望这样，可不可以这样？那如果是可以啊，你看。浓缩铀主要是2个议题嘛，第一个就是浓缩铀，一个就是荷姆斯海峡。浓缩铀可以用钱来解决，荷姆斯为什么不能够用钱来解决？一样的说，你开放荷姆斯，我解冻200亿美金或者300亿美金，他总共把它冻结1000多亿美金嘛，你就放一点给他，对不对？否则的话，荷姆斯关系到全球20%的石油跟天然气，这非常重要，太重要的，也有关到川普。他这个共和党的期中选举，现在大家都看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川普就是一副就是胜利者的姿态。我说干嘛叫战？然后他是极限的施压，等于是要川普全部照单全收。这看起来的话，反悔是很正常的。好吧，那现在呢，就川普表面很强硬，但是私下很焦虑，超焦虑。就是当时他那个飞机被打下来，他那个上校的飞官呢，武器官被俘虏，那时候还不知道情况怎么样的时候，川普对着他的幕僚骂了几个小时，一直吼，怎么会这样？然后又说呢，怎么就是几个无人机就能够去打我们？等等，或者很生气所以呢，这个川普其实心里面是很焦急，他把几乎所有的期中选举的命运都丢在这个。对伊朗的战争原来以为伊朗很简单嘛，他以为打伊朗就跟打委内瑞拉一样，他忘了委内瑞拉中南美国家，伊朗在那种沙漠里面，在那种艰苦的那种贫瘠的山地里面，是奋斗了几千年的这个波斯文明啊，怎么会一样呢？完全不同的所以委内瑞拉动就投降了，像他们本来就是很快乐的民族，那个民族性都很快乐，唱歌啊、跳舞啊等等投降就投降了。波斯跟你这样搞，你当时十字军东征打了9次，有没有把它毁掉啊？好吧，那现在呢，说伊朗导弹怎么越来越多呢？川普说90%、95%都被毁了，说现在为什么越多？说原来被他炸掉了，他们在里面在挖出了这种发射的这个设备，也挖出了飞弹。所以呢，说现在呢，他现在战力还维持了打仗前的70%。你说美国炸了个半天，这不是外面乱讲的，是美国的情报单位他们的分析。你看他这里面去挖，前2天我们说在挖什么？在挖什么？说要重新部署，这不是，他把那个被掩埋的这些武器都把它挖出来，看到没有？所以呢，这个伊朗显然战力并没有被摧毁了所以《纽约时报》说，伊朗最新的战力。而且他有核弹级的武器，他说早就有了，只是不是大家也在怀疑啦，只是因为川普一直讲，他在1个礼拜就有了，在2个礼拜就有了，我当时觉得，如果只有在1个礼拜就有，在2个礼拜就有，那我刚把它做出来算了，还等你来炸我吗？他其实有了，已经有了，只是呢，可能还因为你拿出来，别人可能毁掉你嘛那另外呢，台塑载了200万桶原油，叫做军善轮突破封锁，回到台湾不错。哇，这个
舰长很有勇气然后呢，可以至少半个月，给我们半个月哈。那另外呢，这个阿联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寻求美元金援，所以因为打仗打了，他现在也被拖累了，因为他的这个油啊、气啊都出不去哈，恐怕会被迫用人民币来买油哈。来，永平怎么看？哎，这个战争啊，其实一再的历史都告诉我们，战端要起来很容易，可是要结束战争很难。那怎么会有人老是不信邪呢？你别的不讲，俄乌战争，俄罗斯不就是一个对美国的领导人很好的教材吗？当初普丁发动俄乌战争的时候，他也是啊，他认为我3个礼拜我就要结束这个战争啊，他也觉得乌克兰对他的军力不堪一击啊。可是现在俄乌战争打多久？打了5年了耶，是不是？那你今天美国觉得说啊，伊朗很轻视他，被以色列的情报所困惑，然后呢，我们把所有他的领袖都暗杀掉了，以为他立刻就要投降了，没有啊，人家越打越勇啊。然后你的轰炸，以伊朗这种环境，你轰炸顶多能什么？把上面的建筑物啊什么体炸一炸，山炸一炸，它的那个土石崩下来。人家他的飞弹、他的发射器，就只不过被你暂时掩埋住。你一停火，他把它挖出来，他马上又可以恢复战力。那你这样的事情，说实在的，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事先不知道吗？美国的 CIA 事先不知道吗？都知道啊。然后你们还做这样子的决策，而且更奇怪的就是川普。现在的川普啊，在那个发怒哦、狂怒那个几小时，拼命骂人的时候呢，美国现在新闻有很多讯息出来，说第一时间川普是不相信他的情报人员还有他的军事人员跟他讲说，你去攻打伊朗，他们会这个封荷姆兹海峡，他不相信他认为这个不会发生说荷姆兹这么重要的这个国际运输航道，他怎么会把它封锁呢？人家就封锁给你看啊。然后你果然，你因为你不相信，你因为你大意的结果呢，今天束手无策。那现在的这个状况就陷入了这种战争典型的第2个阶段，就是什么？谈打。你一定要谈，可是你还是会打。可是你这个打呢，也不是大规模的，因为谁都受不了大规模的。那现在伊朗跟美国在这个荷姆兹海峡闹过来打过去，然后那个货轮一下是这边的很惊恐，一下是那边很惊恐，他们到底在干嘛呢？很简单，伊朗的目标就是要你油价一直上涨。伊朗只要看到你油价回落呢，他马上就想办法给你搞一下，打一艘船就好了，你油价就回来。为什么？因为美国的消费者受不了啊！你只要油价持续上涨，美国的消费者只要持续的受不了，那美国就有可能让步。美国的经济力量、美国的军事力量比伊朗大非常多，大家都知道，伊朗自己也知道，但只有一个差别。美国要选举，伊朗不要，光这一点就吃死你了。休息一下再回来。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我们的这个少康战情室。好，那我们看日本战后最大的军售案启动哦。日本原来他不能卖军售的。当时他的和平宪法规他一堆限制，日本现在都不管了哦。前阵子要修宪，军购能够外销哦。我做这么多武器，为什么不能赚钱，不能外销呢？哦，那卖给澳洲70亿美金，而且三菱重工接下11艘护卫舰的大单哦。你知道日本造船是很厉害的，对不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哇，他那个国力大强。记得满清的时候搞那个北洋舰队，有没有？以为北洋舰队多厉害，花多少钱呢？就跟日本一打，全部被毁灭哈。好，那另外呢，这个《环球时报》说呢，日本这叫做再军事化关键的一步，因为呢已经造舰了哦，帮人家而且卖舰给别人，表示能力是有的啊。那另外呢，他们这个国防部长会谈日本跟澳洲，说呢要求遵守巴黎停战协议，
对军国的军事行动表示担忧。所以呢，中国你要注意啊，不要来搞我们日本哦，这个意思。然后呢，他们用14小时全程跟监中国跟日本舰，那说公布日本驱逐舰通过台海的画面，通过台湾海峡。那日本呢，在哪一天通过呢？在马关条约签订那一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候，就台湾割让给日本。所以那个也是中国的奇耻大辱。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台独在讲说。是他们先不要我们的，他先把我们割掉了。不过我也讲说，割掉的不是汉人，是满人呐。真的要讲，这是有差别的，是异族嘛。满清是异族来把中国拿掉的，所以那是异族啊。所以不太算啊，不算。你不能说这个账不要乱算，要算在满人身上。新华社说呢，这要警惕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而且孙中山后来为什么革命，跟这有大的关系。孙中山为什么念兹在兹，一直说要废除不平等条例，把台湾这个抢回来被日本抢走，就这个原因呢。就不平等条约因为你军力强，你就可以这样随便搞别人吗？那日本呢，这个舰叫雷这个号，在17号通过台湾海峡，所以中方非常不满那说你日本小心玩火自焚。那另外呢，中国呢，为了反制日本，在东海5个地方空中海上在空中发布航行通告在5个地方，因为你看韩国在这里，日本在这里，东海在这里，台湾在这里，所以我们从这个台湾看出去我们都说是太平洋是，但是其实也跟东海很近，那么在东海在太平洋在这里，东海在这里很就是连接着，所以呢，这个老共很生气，所以前一阵子不是郑丽文到大陆的时候，大陆在演习吗？很多说还对台湾演习，不是的，是其实对日本很气日本那另外呢，这个为了反制日舰，所以大陆展开东海相关的海空域联合战备巡航，海空都在一起。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就是呢，他到西太平洋去演习，通过琉球群岛。就中国通过琉球群岛到太平洋演习，原来是在东海现在跑到太平洋这边，还是针对日本让你知道说你给我这样乱穿越台海我就给你演习给你看那另外呢，这个高市早苗当日本首相，碰到这个靖国神社了的这个祭典，说他因为担心中国跟韩国的反弹。所以呢，不参拜这次不参拜，以前他说去极右派一定会去嘛，我们看一下。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开心握手合影，因为双方一笔军售大单正式签约拍板。澳洲规划未来10年将砸下100亿澳币，约台币2230亿，向日本三菱重工采购11艘改良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首艘新舰艇预计于2029年12月交付，2030年正式服役。私はこうした日豪の人のつながりがあってこそ。真の防衛協力の進化は成し遂げられると信じています。外媒德国之声报道，这是日本自2014年解除武器出口禁令以来最重大的防务交易，代表日本正逐渐摆脱战后和平主义，寻求在美日同盟外建构更广泛的安全伙伴关系，应对中国战略压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打算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也就是不卖具杀伤力的武器，但以共同研发和生产为目的的则不受限。预计4月中旬内阁会议有望过关。但此举引发日本民间团体强烈不满。日本军事动作频频，尤其日本军舰在马关条约签订日刻意通过台湾海峡，被大陆官媒警告是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4月21号到23号靖国神社春季大典，高市早苗可能不会前往参拜，避免触怒大陆跟南韩节外生枝。去看。日本在高市早苗大胜之后，它正在一步一步跨向这个再军事化。那当然，这个开始造舰又卖舰是一个大步。另外呢，高市早苗一个重要的政见去非核化。日本战败之后，它那个核能是被限制的。日本工业非常发达，它那个浓缩铀他们本身那个核废料都自己可以提炼那个核子武器。
所以基本上他们如果要继续做的话，不是只有这个造舰跟卖舰，他们连核武器都是很容易有的。那这当然会引起包括全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那边的这个抗议跟他们这个关注哈。那这一次引起比较大的一个冲突是，这称为雷的这个护卫舰啊，它是通过我们台湾海峡，一通过它是17号通过的，隔天中国大陆就开始有活动了。它开始在东海跟黄海开始就做这个所谓的战备的这个行李了。它经过哪边呢？它经过琉球群岛里面这个横当这个水道嘞，你过我的台湾海峡，我就过你这边横当的这个水道，看起来两边关系是有在慢慢在这升温，这个冲突希望不要擦枪走火了。那可是刚刚赵大哥也讲嘛，没有错啊，高市扫描本身也是会有一些节制的。你看他连靖国神社这个大祭以前都要参拜的，他会顾虑到说可能日韩那包括韩国那边会有抗议，中国大陆也有抗议，所以你看人家就会有一些节制。我们希望不要再升温。如果中国大陆跟日本这个关系这个有冲突的升温的话，对台湾非常不好。那一样，刚讲美国跟这个伊朗这个事情，此地不宜久留啦。我看川普自己也急着找下台阶嘛，现在只是找不到嘛，现在变成衍生成什么一个状况了？现在变成美国的驱逐舰开火去打这个伊朗的这个货柜船，对不对？货轮就打完之后还把它扣留哦，结果伊朗现在变成是打什么？打印度的船跟货轮。甚至呢，连法轮他都去打了，这样再下去的话，那个整个那个原油跟天然气那个输送会有问题。我刚特别提醒一点哦，刚赵大哥讲说，台塑现在高兴说200万桶这个原油金善轮有出来，可以撑半个月。之前经济部长跟我们讲是2艘那显然有1艘还困在里面哦，而且现在看起来这个，我觉得那个和谈是非常的这个不乐观，原因是什么？完全没有信任感，因为一开始美国是还在跟人家谈的时候，你就斩首行动了。然后以色列把伊朗这边当成是这个就是说几乎是要灭国的一个状况，他一直打，然后又去打很多的这个国家，我觉得互相那个牵扯那个人与人的信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任已经没有了。特别是伊朗，你看他本来有些这个发射器被你美国跟以色列轰炸，他已经不能动了，他现在挖出来了，他说已经恢复多少70%这个精力，发射器都有啦我有了，我当然就打更重要的，他扼住了川普跟美国这个烟火了。核武这边它扼住了，这代表什么？油价开始涨，物价就开始涨，你有一个其中选取啊，所以现在急着要下台了，急着要找下台阶了，此地不宜久留，反而是川普的。我觉得，除非这个和谈如果要成的话，美国一定要做出让步。就刚刚赖委员讲的，你这个200亿的这个美金，你把它冻结，你要给他啊。现在川普一直在讲，恭维一下昂虾。问题是你到底有没有占到优势？没有啊！到目前打到为止，他深陷这个伊朗整个这个泥淖里面，再拖下去对美国是很大伤害。所以我记得，如果和谈要成功的话，美国一定要做出适度的这个让步。一真。日本的护卫舰去通过台湾海峡，这其实是没有那么常见，然后是比较少见的。那这其实不只是代表着航行自由，其实也是日本去向整个世界去释放讯号。也就是呢，这个日本把台海呢，去视为它国家的核心利益。那你也看到，这个北京马上就有所反制，你动台海，那我就压东海。所以中国大陆的海军呢，就通过了这个横当水道，等于说去试图切断日本跟美国的联系。那这就当然是属于军事压迫的一部分。所以你看到这个中国大陆跟日本它彼此的角力呢，其实海上摩擦这个几率是大大的增加的。日本试图要把这个通过台湾海峡去常态化，那中国大陆呢就试图要把这个东海的军事压迫去常态化。那你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日本现在去出售军舰给澳洲，过去它出口呢多半是这个比较是防御性的一些设备啊、军舰等等，但现在它出售的呢是非常现代化的主力战舰，所以这就象征着其实日本去试图的迈出正常国家化的一步。另外，也代表着日本要跟这个印太的盟友去整合交好。日本不只是要去依赖美国，也要去跟澳洲、要跟其他国家去产生这种高度的互相的操作性。它产生的这种军舰，日本、澳洲未来就可以就是做很多的一些互相的一些操作。那再来呢，这也意味着日本去造军舰的产能是扩增的。如果说未来呢这个区域有所战争的话，那日本就等于说是一种预做准备的一个角色。那当然，这也代表着日本，它终于是不再隐藏它自己的实力，它要去重新的去参与整个地区所谓的安全架构，它试图的更积极的去扮演它的角色。但回过头来，你看台湾，当日本我们的赖清德政府呢，试图的去说啊，我们跟这个日本的政府啊，跟日本的官方民间都有非常友好的关系。现在的日本呢，已经可以做到，它去出售军舰，它的军舰可以做到一定的产业化，但现在
我们的民进党政府呢，我们的潜舰国造呢，好像都还在延宕。日本可以把自己的安全变成一种产业，但台湾呢，却把国家的安全变成政治，这才是真正令人遗憾的事情。学校再回来。